高丽前期与宋的对外关系。了解高丽前期东亚的国际关系，并能够说明高丽和宋的关系。了解高丽前期对宋关系。高丽和宋的关系大致可分为北宋前期、北宋后期、南宋时期。这与北方的契丹和女真的兴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北宋前期是契丹、辽、高丽、宋三角割据的兴盛时期。北宋后期是女真兴起，建立金朝，灭亡辽朝，由金代替辽的时期。南宋时期是金灭北宋，取其为北方强者的时期。高丽与宋没有交流。不对，高丽和宋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。对，高丽与宋的关系长达300多年，主要可分为3个时期来思考，即第一个时期是北宋前期，第二个是北宋后期，第三个是与南宋的关系。高丽建国时，中国五代混乱时期的第一个王朝是后梁，之后半个世纪经过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相续建立了宋朝。高丽第一次与中国的国家接触是在923年、太祖6年，此后继续与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接触，进行了交易。919年，太祖继位后第2年，南中国的吴越人来到了高丽。956年，后周使臣双节因病未能回国，留在高丽任官。随后，他的父亲规划到了高丽。高丽与吴代的这种对外关系延伸到高丽和北宋。高丽与宋的第一次接触始于962年，即北宋建国2年后。高丽光宗派李兴佑出使，此后约30年，使臣继续往来。朝贡形式的交易和文物的交换持续不断。对这段高丽和宋朝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契丹的进军。993年，契丹开始攻打高丽，次年与高丽结为朝贡关系。根据契丹与高丽的讲和条件，高丽与宋的公共关系被切断。高丽和宋的关系虽然在形式上破裂，但那是契丹的压力所导致的。契丹对高丽和宋来说是共同的敌人，因此高丽和宋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。高丽在1000年和1003年多次派使臣到宋朝，表示善意，请求宋的军事合作，但宋朝极为忌惮，未予回应。1016年，高丽不再使用契丹的年号，
重新采用宋的年号，但由于契丹的反复入侵，高丽和契丹于1022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，而高丽和宋的正式交往再次中断。此后，这种情况延续了约50年。宋朝统一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，高丽试图通过派使到宋朝建立外交关系，这导致了五代的关系延续到宋的结果。高丽希望偏入到宋的公平体系中，并以此引进先进的文物。中断约50年之久的高丽与宋的邦交重新开启，是在高丽文宗的晚年。高丽虽然送上中国文物，但由于契丹的强压态度和宋朝的消极态度，高丽和宋朝的外交关系无法得到恢复。文宗开始积极展开亲宋政策，同时宋的神宗也开始采取联合高丽对抗契丹的政策。北宋神宗对内实施新法，推进财政改革，对外为了携手高丽对抗契丹，于1068年派出上任皇神。2年后，皇神再次被派出。1071年，文宗派遣施琅、金帝等110人的使节团到宋朝，由此重新开启了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。1078年，安涛等人的船只到达黑山岛后，直到抵达李承江，高丽官员在西海的多个港口欢迎他们，并在夜间放上烽火引导船只前进。对宋朝的使臣和商人的接待也非常隆重，对他们的赠与品和谢礼品也非常宏大。在开城为使臣设有公馆及顺天馆，为宋上设有迎宾馆、会仙馆等10多家客馆。如此，北宋后期，高丽和宋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，是朝贡形式的交易和文物交换盛行的时期。基于北宋联合推翻辽朝，续而北宋被金朝灭亡，南宋建国，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建立了高丽金南宋的新体制。可以说，高丽在前期自主推进了对外政策，其原因在于当时没有一个拥有压倒性优势国力的霸权国家。高丽虽然不能说是弱小国，但由于当时不存在唐或元一样的巨大帝国，宋、契丹、金等相互竞争的国家多数存在，强国的压力分散，高丽可以扩大行动自由。特别是由于国际政治环境是宋与契丹、契丹与金、宋与金等竞争者角逐的环境，因此高丽作为一种均衡者，具有选择的余地。由于这种环境，高丽得以推进
自主的外交。